去年底的时候，一条惊爆全国的消息传遍全网，曾被誉为中国最健康的房企的万科集团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迹象。当时朋友圈就被刷屏了，躺赢房奴的梦想彻底破灭，连万科这样的铁桶企业都扛不住了。中国房地产的寒冬究竟有多冷酷无情？中国的房地产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所有救市措施都只是徒劳的挣扎，无法扭转整个行业的下行趋势。只要房地产销售回款没有起色，只要房价持续阴跌，房地产公司就会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简单来说，中国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才刚刚开了个头，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让我们回顾一下近期中国楼市的大事件。1月，香港法院勒令中国第2大房企恒大集团清盘。这家曾经的地产巨头拖欠了数千亿元债务，堪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司破产案。恒大之后，碧桂园这个排名第4的房企也濒临破产边缘，债台高筑。就在恒大、碧桂园的阴影未散之际，曾被视为房地产行业顶梁柱的万科集团再次掀起轩然大波。穆迪下调了万科的信用评级，将其降至垃圾级别，并警告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有评级机构直言，预计未来12至18个月内，万科获得融资渠道改善的可能性依然有限。销售下滑，流动性遇阻，债务缠身，这家国资背景的房企巨头也岌岌可危了。你可别小看信用评级的重要性，如果惠誉和标普也跟进将万科降为垃圾级，那么万科就会成为所谓的堕落天使，被投资级债券投资者抛售，雪上加霜。在外界看来，作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领头羊，万科的垮台或将进一步动摇市场对整个行业的信心。舆论哗然，朋友圈沸腾了。有人表示很无奈，连万科这样的国企房地产龙头都扛不住了，那谁还敢相信房地产？也有人讽刺道，之前不还口口声声说房地产该死的死，该活的活吗？怎么到了万科这个关键时候，政府又要暗中出手了？无独有偶，各种求生信号接踵而至，一边是举步维艰的万科，一边是焦虑的融资方。3月8日前后，多家保险公司的高层悉数赶赴万科深圳总部，与万科方面展开新一轮磋商。磋商内容包括将万科的债务偿付期限延长至少1年，增加抵押担保品，发债券非标转标等。截至3月10日，这场没完没了的谈判仍在进行中。有消息称，深圳市政府正在直接协调对万科的支持工作，以要求金融机构确保万科如期支付到期公募债券。毕竟万科在深圳扎根，其 33.4% 股份由深圳地铁国资机构持有。但从万科自身的举措看，谈判进展似乎并不顺利。权威媒体报道，因担心万科的潜在流动性风险，多家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寻求万科兑付非标债务的解决方案。一家参与谈判的大型保险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自2月底以来，万科董事局主席郁亮带队，多次与包括新华资产、中国太保、太平保险、大家保险在内的几家保险巨头商谈。但与此前外界猜测有出入的是，万科此轮谈判的重点并非债务斩击，而是希望这些保险公司不要提前行使权利，按合同约定等到债务到期再还款。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已担心万科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正积极寻求万科兑付非标债务的解决方案。至少3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大型保险企业已经派出高管前去万科总部磋商。有意思的是，险资高管竟然派出生力军亲自前往万科深圳总部谈判。3月8日前后，多家险资高管包围万科，与之就将万科债务偿付期限延长至少1年，追加增信担保和抵押品，以及发行债券将非标转标等方案进行磋商。险资如此着急上阵，
旗下巨资恐被埋没的危机就可见一斑。毕竟，据报万科债务高达数千亿元，放眼整个中国地产行业8万亿元的未偿还债务，万科恐怕是最大的定时炸弹。业内人士分析，现在保险公司看到的是未来的潜在风险，所以在债务到期前就想要收手了。但是，政治压力和维稳思维让当局不愿看到房地产和相关资金链出现风吹草动，最终目的只是在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后获得喘息机会，从央行那里获得更多无抵押贷款。然而，这些无数次的延期、举债、贷款，实际上只是将房地产死局无限延后，换来的是更大的风险和更沉重的债务包袱。有网友调侃，万科可以参考之前贵州省的以形化债新模式。险资齐聚深圳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万科不如给他们安排个嫖娼活动，深圳公安局就可以一锅端了，将险资一网打尽，从而化解债务危机。嫖娼虽属非法，但至少比破产来得更环保一些。毕竟，一旦万科如此大佬出事，将掀起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连锁反应，触及8万亿债务雷区，后果不堪设想。曾几何时，万科凭借其国企背景和较好的现金流，被视为行业最后的良心。如今这个辉煌时代的印记也不复存在，事到如今已经家徒四壁。眼下，万科正拼命甩卖旗下资产，以求偿还部分债务。今年2月，万科不得不低价出售了上海七宝万科广场50%股权，退出这个赚钱的商业地产项目。去年12月，公司也出售了3家悦榕酒店管理公司的股权。置身窘境的不仅是万科，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都饱受其殃。有消息称，今年第4季度银行发放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增贷款同比下降了1半以上，意味着整个行业已陷入资金枯竭的困境，债务缠身，高层人事震荡不断，资金链出现问题，情况无疑越来越严峻了。可即便如此，救市的手段似乎也只是捂着嘴转的那种，没有真正的解决之道。放任这个泡沫继续膨胀，终会让房地产冰山彻底崩解，血洗整个中国经济。而这一切仅仅是刚刚开始。房地产寒冬阵阵，恐惧已经笼罩了整个神州大地。在这股寒意肆虐的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房地产业已经进入了囫囵吞枣、四面楚歌的境地。1线城市房价迟迟没有止跌的迹象，3、4线城市的库存更是代代积累，无处去化。开发商们无不陷入流动性危机，拖欠工人工资、停工半途的项目比比皆是。整个行业的惨淡景象可以从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中体现。去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8.2%。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呈现下滑态势。更为严峻的是，1至2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22.6%，表明行业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境地。当权者祭出的各种手段，不过是给这具行将就木的庞然大物做最后一次人工呼吸。只要楼市销售一蹶不振，房价持续下跌，这些地产霸主注定在漫长冬季中遭遇滑铁卢，一个个深陨。而这仅仅是中国资产负债表大修正的缓步，未来崎岖道途任重而道远。